大家好，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霖。眼看着2026年就要到了，我这边收到一个银行内部朋友传来的消息，他说在2026年的新制度底下，同样一笔退休金放在你原本那个旧的活期账户里头，跟经过我待会要教你的这个步骤升级之后的账户比起来，光是利息1年下来可能会差到整整10倍哦。这笔多出来的钱是银行绝对不会主动跟你说的额外红利，它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懂得方法的人去把它领出来。今天志霖就要把这个藏在银行柜台后面，行员不太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彻底摊开来给大家看。我会手把手教你按下那个隐藏的开关，让你每个月都能轻松多领一笔钱，就当是给自己加码的买菜金，不拿白不拿。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恳请大家先动动手指，点击订阅我们健康之道频道，并且在视频下方留言区打上我要领利息这5个字，让我们一起把原本就属于我们的钱1分1毫都不少的拿回来。我们先来聊聊大家手上那本或那几本存折。我相信很多长辈手边都有好几本不同银行或是邮局的存折，有的是年轻时公司发薪水用的薪资户，有的是退休后每个月领劳保年金、退休金的户头，还有的可能是儿女孝顺固定转钱进来的孝亲费账户。大家的使用习惯通常都很单纯，钱进来了就放着，等到要用了就去提款机领个几千块出来花用，剩下的钱呢就让它继续躺在账户里头。大家心里可能觉得反正银行总会算利息给我，虽然不多，但钱放银行总是安全稳当的。但是志霖今天必须用一个比较直白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在2026年这个通膨可能偏高，利率也会变动的新时代里，你这种放住不动的安心习惯，其实正在让你的钱悄悄的变薄，而且变薄的速度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快。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明白的账。大部分长辈的存折如果没有特别去申请调整，它默认的状态就叫做活期储蓄存款。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一般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大概是多少？在台湾，大部分银行给出的数字大概落在 0.6% 到 0.7% 之间，一些规模特别大的银行甚至可能更低。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如果你放了100万新台币在户头里，整整1年下来，银行给你的利息大概只有6000到7000块，平均每个月就是500块上下。这笔钱可能连缴个家里的电话费或是网络费都有点紧巴巴的。可是你想想看，现在的物价涨得有多快？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保守的通膨率 2% 来估算，你的100万实际上每年都在缩水。你以为钱放在银行很安全，其实它就像一块放在室温下的冰块，虽然看起来还在碗里，但它正一点一滴的在融化，在消失。那么银行又是怎么运用你这笔钱的呢？这其实就是最让志霖觉得应该要提醒大家的地方。银行用非常低的成本，也就是付给你那 0.6% 的利息，拿到了你的这笔资金，然后转头就用更高的利率，比如 2%、3%， 甚至更高，借给要买房子的民众或是要扩厂的企业。这一进一出之间，银行几乎不需要动用什么自己的本金，就用大家的钱赚走了非常可观的差价。这就像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被收了一种懒人税，因为我们懒得去打理账户，因为我们不了解里面细微的规则，我们就成了银行最喜欢的、成本最低的资金提供者。说穿了，就是我们用自己的退休老本在默默的补贴银行的获利。听到这里，大家心里一定想问，志霖，那难道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吗？当然有，而且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去学复杂的股票看盘，不需要你去买有涨有跌可能让你睡不着的基金，更不需要你把钱交给理财专员去买那些一绑就是6年、8年的储蓄险。这个方法非常简单，简单到你只要去银行柜台签个名字，办个手续就能完成，而且它是完全保本、零风险的，你的本金1块钱都不会少。这个最核心的绝招就是把你那个普通的存款账户升级成综合存款账户，并且开启一个神奇的功能，叫做自动转存。可能有些大哥大姐听到综合存款这4个字会觉得有点陌生，有点头晕。别担心，志霖用最白的话来解释给你听。以前我们的存款观念很单纯，活期就是活期，
定存就是定存，通常是分开2个账户的。你要存定存，还得特地跑一趟银行，填写申请单。但是综合存款就像是一个多功能账户，它把活期和定存的功能合2为1，全部集中在这一本存折里头管理。而那个最关键，我们今天要讲的自动转存功能，就是你账户的自动生钱开关。只要你到银行把这个功能打开，并且自己设定一个金额门槛，比如说5万块或是3万块，那么每天银行系统在半夜结算的时候，只要发现你账户里的活期存款超过了你设定的这个数字，它就会自动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钱帮你转存成1年期的定期存款。请大家注意听，是自动转。从此以后，你不需要再跑银行，也不需要自己用手机 APP 操作，系统每天自动帮你打理的好好的。这样做有什么天大的好处呢？好处实在太明显了。我们刚才算过，活期利息大概只有 0.6% 左右，但是在2026年的现在，1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已经可以看到 1.6% 甚至 1.7% 以上了。这中间的利差是整整1倍以上，接近3倍之多。你的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存放，同样安全，但为你工作的效率立刻就提升了好几倍。我们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更有感觉。假设有一位林妈妈，她刚退休不久，手边有一笔公司给的退休金150万，加上过去几十年的辛苦积蓄100万，总共有250万的存款。她求一个心安，就把这250万全部放在用了好几十年的旧活期账户里，想着万一有什么需要，随时都能领出来用。那么1年下来，他能拿到的利息大约是250万乘以 0.65%， 算下来大约是16250元。但是如果林妈妈听了志玲的分享，隔天就去银行办理了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她设定活期部分只保留10万元作为平时生活买菜、缴管理费的使用，剩下的240万元系统会自动帮她转成1年期的定存。我们利率就用 1.65% 来计算，那么这1年下来，他能拿到的利息是多少呢？是240万乘以 1.65%， 等于39600元。大家听听看这2个数字，16250元和39600元，这中间差了快要23350元。这多出来的23000多块钱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也不是你去投资冒险赚来的，它就只是因为你的账户升级了，你多做了一个正确的动作，就把原本被银行用低利率占走的利差给拿回到自己的口袋里了。这23000多块钱可能够林妈妈和老伴参加一个不错的国内旅游团，玩个3天2夜，可能够支付家里一整年的第4台费用和瓦斯费还有剩，或者平均到每个月就多了将近2000块钱的加菜金。不管是多买几样好吃的水果，还是偶尔上馆子打牙祭，都能让生活多一点小确幸。讲到这边，我知道一定有很多做事谨慎的大哥大姐心里会浮现疑问，志玲啊，利息高当然好，但是定期存款不是会被锁住吗？万一我家里突然有急事要用钱，比如房子哪里需要修缮，或是身体突然不舒服要住院，钱都在定存里面领不出来，那该怎么办？或者提前解约的话，利息会被打折扣，不是很吃亏吗？各位，这就是综合存款账户设计的最厉害，也最适合我们长辈需求的地方了。它搭配了一个叫做自动自借或者是自动解约的聪明机制。当你拿着金融卡去提款机领钱，或者是用账户刷卡消费的时候，如果你的活期存款部分的余额不够支付，系统会自动从你最近一期存入的那笔定存里，按照需要多少就解约多少的原则帮你处理。请注意哦，它不是把你所有的定存全部解约，而是只解约你当下需要的那笔金额。比如说你需要领8万块，但活期只剩2万，那么系统就只会从你的定存里解约刚好6万块来补足，而你其他的200多万定存依然完好如初的继续在累积 1.6% 的高利息，完全不受影响。至于那被解约的6万块，损失的也仅仅是这一小部分定存，在解约到期的这段时间内，利息可能会被打个8折左右，你的本金6万块是绝对不会少你1毛钱的。这就像你的钱包里同时放了现金活期和一个高利息的铺满定存，
平时用现金，现金不够时再开铺满拿一点出来，非常灵活。所以这种综合存款账户，它同时拥有了活期存款随领随用的方便性，又享受了定期存款较高利息的收益性。这就是为什么智霖会说它是2026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了解，最好能配备的自动钱生钱系统。可是既然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平常我们去银行存钱办事的时候，行员很少会主动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他们总是比较积极的推荐我们买保险或者是投资基金呢？道理其实很直接，因为帮你开通自动转存功能，银行需要付给你更高的利息，这对银行来说是增加它的资金成本。但是如果成功推销一份保险或基金给你，行员和银行通常可以拿到一笔销售佣金，这就是很现实的商业考量。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傻傻的等待行员良心发现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先懂得这个知识，然后主动明确地向银行提出要求。那么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智霖给你最清楚的行动步骤，明天早上或者找个你精神比较好的时间，请你带齐3样东西。第一，身份证正本；第二证件像是健保卡或驾照；第三，就是你当初开户时留在银行的那个原留印章。亲自去一趟你存款账户的银行分行，走到柜台前，你可以直接、友善但坚定地对行员说出这句通关密语：你好，我想把我这个存款账户转成综合存款账户，并且要开启自动转存功能。我希望能设定活期存款部分保留5万元，这个金额你可以自己决定，3万、5万、10万都行。只要超过这个金额的钱，就请系统自动帮我转存成1年期的定期存款。这个时候，行员可能会稍微愣了一下，或者基于习惯，试图拿一些理财产品的简介给你参考，请你温和但坚定地摇摇头，微笑着说：谢谢你，不过不用了，我今天就是专程来办这个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的，麻烦你帮我处理这个业务就好，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是对你自身权益最有利的选择。手续办妥之后，你会在存折的某一页看到一些特别的注记或代码，那就代表大功告成了。从今以后，每当有退休金入账或者子女的孝亲费会进来，只要金额超过你设定的门槛，它就会在半夜自动变成高利息的定期存款，日夜不停地为你工作，赚取更好的收益。除了这个一定要去柜台办理的绝招之外，智霖还要给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大哥大姐们再加码分享一个进阶版的福利。2026年，政府为了鼓励数位金融服务，很多公股银行，例如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合作金库商业银行等等，都有针对65岁以上的乐龄族群推出乐龄友善金融服务，或是叫做数位存款账户的专属优惠。如果你不排斥用手机 APP 来查看账户余额，我建议你可以在办理综合存款的同时，在柜台顺便申请开通网络银行功能，或者是直接开立一个数位子账户。为什么多这一步呢？因为在2026年的新规定与竞争环境下，这些数位账户所提供的活期存款利率，有时候会比实体存折账户还要优惠，有些银行甚至会提供限额内 2% 以上的活存利率。而且只要你成功绑定或开户，银行通常会每个月赠送你10次、20次的跨行提款免手续费和跨行转账免手续费的优惠。我们长辈有时候去便利商店的提款机领钱，那不是自己银行的机器，或者要转账给在外地的子孙，一次手续费5块、15块，看起来好像不多，但累积1年下来也是好几百块钱呢。这几百块钱拿去菜市场可以多买好几把青菜、好几斤鸡蛋，那不是更实在吗？为什么要平白送给银行呢？你只需要在柜台多签一份申请书，开通这个数位服务，这1年几百块的冤枉钱就能轻松省下来。而且现在的银行 APP 很多都有设计长辈版或大字版的界面，字体超大，图标清楚，操作起来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智霖真心鼓励大家不要害怕接触新科技，如果这个东西能帮我们守住财富，甚至增加收益，那它就是我们的好帮手。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智霖在健康之道频道教给大家的2026账户活化关键数，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千万不要让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
死在那个利率超低的活期账户里睡觉。钱就像是你一手带大的兵，你要让他们动起来，去帮你打仗，去帮你赚取更合理的报酬。第一步，现在就可以动身，回家把所有的银行、存折、邮局存簿都找出来，看看存折的封面或内页有没有印注综合存款这4个字。如果没有，或者虽然有，但你不确定有没有开通自动转存，那就拿张纸把它们记下来。第二步，安排一个方便的时间，带齐你的身份证、第二证件和印章，亲自去开户银行柜台，坚定地要求办理账户转为综合存款，以及开启自动转存功能。记住，温和但坚定，不要被其他理财商品分心，专注把这件事完成。第三步，如果你觉得可以尝试，不妨顺便请行员帮你开通网络银行或数位账户功能，把那些免手续费的贴心小福利也一起打包带回家。各位健康之道的家人们，赚钱的辛苦我们都经历过，存钱的谨慎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德。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要严防诈骗，守护好我们的老本，更要学会灵活运用金融规则，在利率变动的大环境里，为我们自己争取应得的合理的回报。以前我们不知道，那是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志玲已经把这么清楚的方法告诉你了。如果你还不去行动，那就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辛苦存下的钱了。你可以想象一下，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你拿着存折去刷本子，或是打开手机 APP， 看到利息入账的那个数字，比往年多出了好几成，那种心情该有多踏实、多愉快。你可以用这笔多出来的钱，帮自己换一张更好睡的床垫，买一台更方便的料理家电，或者在过年时给孙子孙女包一个更厚实一点的红包，告诉他们这是阿公阿嬷用智慧赚来的奖励金。这不仅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更代表着我们即使年纪增长，依然能精明地管理自己的生活，依然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把日子过得既安稳又精彩。志玲创立健康之道这个频道，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各位长辈在健康生活、安心理财、快乐出游路上的好朋友。我从来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大理论，我只分享最实在、最能落地、学了马上就能用上的生活智慧。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大家的每一分钱都蕴含着一生的努力，都承载着晚年生活的安稳与幸福。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整整一集的内容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让你觉得哪怕只是多赚到了1块钱的利息，请你一定要点击订阅我们健康之道频道，并且顺手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图案，这样未来只要有最新的政府福利政策、银行利率调整的好消息，或者是新的省税小技巧，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通知，不会错过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资讯。同时，我也恳请大家动动手指，把这支影片的链接分享给你的老伴，转发到你的家族群组、好朋友的聊天室，或者退休同事的社团里。你身边一定还有很多老朋友，他们依然默默地领着 0.6% 的微薄利息，他们的积蓄正在被通膨一点一滴的侵蚀。你的一次转发分享，很可能就帮助他们一年多赚好几万元，帮他们把被银行制度吃掉的利息给夺回来。这不仅仅是在分享资讯，更是在做一件真正帮助到朋友的好事。最后还是那句志玲常说的话，银行不会主动把最好的条件送到你面前，权益是要靠自己主动去了解、去争取的。好的利息是靠一点小小的知识和行动去换来的。不要再让你账户里的钱继续省税了，就从明天开始，让自己成为一个更精明的财富管理者吧。我是蔡志玲，希望帮你把每一分辛苦钱都照顾得更好，让你的退休生活健康又自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